原为是小故障，却没想到这回是大修。如果说上期是同行给我出了难题，这期更像是监控给我开了个玩笑。因为刚修好没2天，监控它就坏了25个，厂长检查了所有的交换机，就没有看到哪个交换机出了问题，所以只能让我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哦，你这个坏的这么多了？既然一大半监控都没了，那我就去通告里面看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边显示网络不可达，那我就尝试删掉一个摄像头，看下能不能重新收得到。大家能不能收得到？这边我大概等了半分钟，确实收不到，那基本可以判断是线路出了问题，所以我只能从线路方面开始下手了。你这条不亮，还有这条也不亮。对，这边都是正常的。对。那就这2条线有问题了，这2条线应该是接那交换机上，得去那个交换机看一下。现在的突破口就在这2条线上，我先拿显示仪来对一下线，看它是线的问题还是另边的设备问题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3号和6号灯是不亮的，那基本可以判断是线出了问题。看一下另一条吧，是这条不？这条也不亮是吧？看一下。这里了。你这个直接没反应啊！由于这些网线都没有标签，我也不敢确定这条线是不是多余的，所以我只能一路顺着看它是通到哪里的。那人应该往下面走了。当时我看这线从这管出去了，那我只能放弃了。但是这线一心都不通，要么被废弃，要么是中间断了，所以还是优先选择找另一条。不过现在棘手的是，这个厂非常的大，交换机还特别的多，我只能跟随厂长去最近的交换机碰下运气了。这边运气还是挺好的，那条线果然是通到这里的。我把交换机拿了出来，很快就找到了这条线。我把它拔了，看了一眼水龙头，貌似也没有其他的问题，那我就把它接上显示仪，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接上去后就发现1到8灯都是亮的，就是6号灯暗了那么一点点，那应该是网线哪个地方出现了破皮。这边我就在附近找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破皮的地方。我大概找了半分钟左右，没有看到破皮的地方，倒是发现这线进这条管里面了。这条管是通向对面的，我这边可以远远的看到这边有一小节网线没有套管，会不会是那里出了问题？所以还是得想办法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我爬过来后，倒是没有发现这边网线断芯的情况，那故障点应该还不在这里。现在的好消息是，机房就在这小房间里面，距离还是非常的近，重新拉一条线比找故障点容易多了，所以就回来和厂长说了下。这样，你这条线我找不到断点，我爬上去过了。我这边有2个方案。你这个距离也近，从这边拉一条线就已经到了。也就个10几20米。另一个方案就是我重新打水龙头。重新打水龙头看看它能不能点亮。但是点亮的话我就怕后期它又会出现问题。所以现在是2种方案。那行，我知道。那你先打水龙头，然后再接一条线，如果后面那个就是说我先打水龙头是吧？对，先打水龙头，如果水龙头是没问题，然后你再备一条线给我，我要是万一坏了，我自己这个行。其实厂长也是我的粉丝，他担心我拉线比较辛苦，所以就让我重新打水龙头试一下。2边水龙头都打完后，我就接上交换机，看一下能不能恢复画面。还是不亮。拿成长切上去后，交换机的灯还是不亮的。这个是网线的问题了。你看都没有恢复，亮都不亮。看来这线还是得重拉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现在对线倒是正常的。这里我得说一下，有些网线的暗病，你用显示仪还不一定能测得出来，所以稳妥起见，我还是和厂长一起拉了一条新的网线。拉网线的过程我就跳过了，我们就直接来到拉好网线的画面。亮了。对，是。
恢复，全部都恢复了，开始恢复了。昨天我删了1个，然后删3个。昨天厂长和我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删了个摄像头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收得到。结果厂长就删了3个，我过来的时候也删了1个，所以我打算去通道里面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收得到那4个被删的摄像头。在线，运气挺好的，果然一下子就收出来了。我把这4个摄像头先安上去后，总共画面就恢复了28个，接下来还有4个画面，眼下只剩这条异线不通的网线了。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负责那4个摄像头的。你这个完全没反应了，咦，有一点点，只有一个3亮，一个6亮，你这个断的更厉害。刚才是全部都亮，现在3和6亮。其实哪怕网线没有断线，要找这条线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因为这厂有好几千平，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让厂长带你去坏的摄像头那边，看看它附近的交换机正不正常。这里我爬上来，运气还是挺好的，果然有网线不亮灯，而且还是2条。我顺着其中一条，发现它是接到这个摄像头上的，由于这条线比较短，我一路查过去，并没有看到哪有断开的情况，到监控表面都是水珠，所以我就怀疑这盒子里面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盒子拆开以后，网线还一直滴水，那网口多半也烧了。拆开胶布看了下水龙头，倒是没有烧黑的痕迹，那应该还有的救。我再看了下监控的网口，1号针脚有轻微烧黑的痕迹，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擦干，再重新接水龙头。如果能点亮的话，那么网口就没有被烧坏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我2边都重新打了水龙头，监控仍是没有反应。后面厂长找了个旧的摄像头，我把它换了上去，这才又修好了一个。接下来就到这条不亮的网线了，但是我很清楚这条线是通向哪里的。那个摄像头安装在这里，大概有80米的距离，因为我上机过来维修过，它就是线路的问题。要想修好这摄像头，那只能重新布线了，所以这摄像头先暂时跳过了。接着厂长就带我到第3个摄像头面前，我们就上去看一下它是什么故障。这边我把盒子拆了，里面倒是没有进水的情况，难不成这个也是网线的问题？我用悬疑对了下线，果然就找到了问题，是网线3和6号灯不亮了。我这里就尝试找破损的地方，但发现网线一路套管就过去了，那边正好有个交换机，但是我来到交换机这边，虽说是找到了这条线，但是没有找到破损的地方。由于重新拉线成本太高了，经过和厂长沟通，我就采用了4星的打法，如果点不亮监控，那么重新再拉线也不迟。给大伙看一下，这就水龙头的4星打法，把断芯的网线给剪掉，选取没有断芯的网线打到水龙头的1236的位置，就这样4星打法又点亮了一个监控。那么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监控了，我给最后一个监控对了下线，它1到8星倒是亮的，但是摄像头为什么就不亮呢？为了排除摄像头的问题，我就把摄像头给拆了，再去机房试了下，如果摄像头能点亮的话，那么就是网线的问题。亮亮，那就是线的问题了。你这条线换的厉害了，那个长啊，你这条线长了。有了。哦，它自己出来了。正好了。线的问题。那就线的问题了。对，线的。就这样经过排除，那还是网线出了问题。这种网线存在的暗病，你用寻线仪是对不出来的，只能和之前一样给它重新拉一条线。不得不说，上次运气格外的好，在这么多潜在的故障下，居然还能把32个摄像头全部给点亮了。不过这回只能点亮30个了，剩下的2个距离实在太远了，厂长只能另叫师傅过来布线了。好了，本期维修就到这里了。